大家好，我是江宝钗。各位可知道，我们的阿嬷年轻的时候，也曾经有过一段以跳舞作为社交手段的时代吗？今天我们要谈的就是这样一个台湾少年男女随着音乐而舞动的青春时代。日治时期的各种资料显示，日人认为台湾人的血缘是中国人，中国人是东亚病夫，因而在体魄上必须强化，以便改变国民性。他们要求台湾人要简便法，要废缠足，要重视强健的体魄。在新式学校的教育，尤其有非常系统化的体育课程，如体操、球类、游泳、登山等等。身体成为展示健康、文明，甚至是财富的个人场域。在女性方面，殖民主也非常重视女子教育，推行不遗余力。1920年代起，台湾日日新报在家庭专栏中就出现了与身体、舞蹈非常多的相关的论述。1930年代的台湾社会出现了许多受过高等教育、充满教养、知识与自信的新女性。印刷媒体上面有许多健美女性运动的图像出现。舞蹈不只是作为强健身体的活动，在女性之间推广着，它还强调能够矫正姿势，具有美体美容的效果，而且还宣称是上流社会妇女的健身活动。1931年9月12日，台湾日日新报刊出一则报道嘉义市青年社跳舞会近日中开场为标题的消息。这一则报道里传送了几个讯息。第一个讯息是，台北社跳舞场已经是流行的一部分，青年男女多所乐就。第二点是，从西洋各个店铺里都可以看到用石膏粉制成的美人的双脚装饰于更本笃，可见流行以台北为马首是瞻。第三点，不熟悉跳舞术的高女生发生交男性朋友的困难。第四点，我们也发现已经有了专业教师教授课程，要价还蛮高的，而报名的人竟然也不少。由于跳舞风气渐盛，也带来负面的效果，所以不得不加以管理。这一则谈的就是政府如何考量设立跳舞场的规则。在这一则简报里面说，导都台北市的跳舞越来越兴盛了，所以发生了驱魔子事件。什么是驱魔子事件呢？事实上是驱魔子以跳舞为名，却在卖淫，因而不得不制作跳舞的取缔规则。政府说，这样的对策是依照时代的要求而产生的，想要把许可的跳舞场要再做一些调查，知道或者是更深入的去了解跳舞教师、跳舞娘、跳舞研究员这些人的操性。我们看到的这一张照片是跳舞中的青年男女。昭和5年，也就是1930年，不景气冲击着日本和台湾，百业清淡，政府就呼吁大家要隐忍持重。
可是弥漫着酒气和风月情色的咖啡厅却越来越繁盛了。舞厅逐渐突破禁令，台北市内瞬间就进入了一个繁盛的跳舞时代。流行着跳舞的台北市，人们都在哪里跳舞呢？当时跳舞的地点是台湾第一家舞厅童声俱乐部，这是最知名的大型舞厅。童声俱乐部位于大稻埕，它的地址就是今日的重庆北路2段75号。这栋旧建筑到现在还存在着呢。有一部纪录片叫做《跳舞时代》，我们可以从跳舞时代里那些仿你跳舞的影像，看到当时童声俱乐部里年轻男女跳舞的盛况。跳舞时代全名为 Viva Tuna 跳舞时代，是2003年制作发行的台湾电影纪录片，制作者是台湾电影人郭真谛和简伟思，而贯穿全片的同名台语主题曲也是1932年的台湾流行歌曲。跳舞时代从企划、筹募资金、田野调查、拍摄制作、剪接后制，前后耗时3年多才完成。这整部纪录片透过了歌手、词曲创作者、歌迷、留声机以及唱片的收藏者等等这些各种不同的角度，呈现了台湾在现代化过程中台湾人在生活娱乐中的多元的面貌。纪录片的内容，它描写着20世纪初台湾日治时期的流行的演进。它介绍了古伦美雅唱片以及几个知名的音乐人，如陈君玉、纯纯、博野正次郎等等，他们如何执着着台湾音乐的制作，而且用这个故事来介绍1930年代台湾日治时期的社会状况与女性的地位。当接受访问时，问到他为什么要拍这部纪录片，导演就说他的核心课题就是想要反映这个时代的精神。他把红极一时的台湾人职业女歌手纯纯的感情世界作为主线，搭配着他如何将巴西咖啡馆经营成文人消费的聚集地，而纯纯的身影就穿梭在其间，从中我们仿佛就可以看到西方沙龙文化的女主人的形象。各位，本单元谈的是台湾阿嬷的跳舞交际时代，在下一个单元里面，我们会继续这个跳舞的课题。谢谢您在这个单元里与我们在一起。